那我们就今天来聊一下这个奥德赛，因为太热了。热到咱们2个人竟然还跑了去看了一下，是吧？对，周2晚上，对，我们的讨论会有很多剧透，所以呢，不想听剧透的观众呢，看完电影再来听这个票难买到什么程度了？我周一就看了这一周所有的这个 IMAX 这个票全部卖完，凌晨2点钟的场也全部都卖完了。然后呢，就说美国的电影院它有这种残疾人的座位，是吧？残疾人的座位就说是没有椅子的，就是可以放轮椅的，连这些都卖完了。对，最后咱俩看的是一个叫Dolby 的那个场，也不错，是吧？很不错，银幕很宽，椅子很舒服，可以躺着看。对我这种要看3个小时的，而且你都买不到咱们俩挨着的票，对，都是分着看。对，我就看了半天，我想着，因为它能剩下这个 Dolby 的这个版呢，也都只有1排2排，我最后一看有一个3排的，那我来坐，然后还有一个是多少的 H 排的，就10几排的，然后我说扎老师去坐那儿，所以我们遥远敬老的传统。不，主要是你的腰不好，我怕你这么一直仰着头我看得很舒服。最近这1个星期就是受了非常多的关于奥德赛的教育，因为我听了好多的这个 podcast， 又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这个 Emily Wilson， 她最有名的就是她开头译的那一句，就叫 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你告诉我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男人，他是怎么回事，他的故事，对，这个就挺有意思。但是我也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就说在这个 AI 和短视频的时代，就是为什么大家反而会对一个3000多年前的，然后这么价值观也和我们现在其实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会发生兴趣呢？其实首先它虽然是3000年的神话，但是它里面的很多母题，就是所谓我们原来讲文学的时候就说，实际上神话就是其实有很多所谓 archetype， 就是原型。后来的很多文学到近代现代什么的，其实很多人物他都是那个母题的变形现代版，所以那个核心的东西他提出的问题，他的人性其实跟我们现在并没有特别大的距离，它只是表现方式变了，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他 Nolan 版的这个电影，实际上他把它现代化了。就是他的解读，从这个人物，尤其是主角这个 Odyssey， 不是后来 James Joyce 那个就是 Ulysses， 对，实际上他的希腊文是 Odysseus， 就是 Odyssey， 他的名字是 Odysseus， 对，所以现在他用的是希腊文的那个 Odyssey， 对吧？就变成一个旅行了嘛。但是就是说，诺兰把它变成了现代版，有重大的改变，尤其是主题，它变成了一种反战的主题，就是最后他整个这个奥德赛的这种灵魂的心灵旅行，他回家的路程不断在拷问他自己犯的这个罪。可是你要看原版的，完全没有这个。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希腊版的诸葛亮，就诡计多端，就是他用不择手段的给这个就是 Agamemnon， 就是这个主帅希腊军的主帅叫阿伽门农是吧？对，给他出主意嘛。就那个木马，就是他这多诡计啊，藏在里头，把人家那个特洛伊的人就骗了嘛。对，所以他这个人物实际上在原版里边没有这些良心拷问，你知道吗？他就是怎么回家。trickster， 对，我看有的人说他是个 trickster， 就像魔术师一样，他一路10年是这样，10年的战争。他其实没写在《伊利亚》，说实话，这2版里边，我个人我可能就比较嗜血，我更喜欢《伊利亚》，因为《伊利亚》就更血腥、更残酷，你听就所有人的死亡的过程是极其具体，他在被刺伤什么部位，什么时候他就是死之前的那个眼前逐渐黑下去，然后走向地狱之前的那一段。就非常的细。奥德赛它这里面也去掉了很多，有很多非常强悍的女性人物被它去掉了。我就是说，其实它这个诺兰版的和原版是既保留了很多很主要的东西线索，也有非常现代化的它绝对是一个21世纪的解读。我觉得干脆咱俩就说我们俩看完了，我是一出来我就说，哎呀，我不喜欢。实际上我看到1个小时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我的手表，看了一下我的手机，我说
天哪，才1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我怎么待了下去？然后，扎老师你呢？你记得吗？你从前排走过来，走到我的这排的时候，都已经早就散了，人都往外走掉了，你还意犹未尽的在那坐着，我还坐在然那儿后一点都不着急，对你竟然舒服的把鞋脱了，在那躺着看。对，我还没穿鞋，你说你还在这儿，我就还沉浸在里边。我问你怎么样，我记得你就说一般，然后太血腥了，你好多时候你都闭了眼睛，对我都不敢你知道吗。看，好多场面我都是闭着眼睛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咱们2个人这个就是肯定是首先有一个口味的差别，对对吧？所以对咱们比如昨天晚上去看那个香港的《甜蜜蜜》，甜蜜蜜我就看了好几遍，你从来没看过。你居然看了第3遍，我第1遍看，我也承认它是一个经典啊，拍得很好，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我不能再看第2遍了。叫甜蜜蜜我不能看多次看这种甜片儿。但我就说这是一个口味的区别，我当中还说，我就好几次我都那个就会流泪，这种就看这个 Odysseus， 你都觉得我就不可相信。出戏啊，我不停的出戏。你的反应就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就是像你这种不喜欢看，一个美国人他说这个差到了我如果在飞机上看这个片子我都要走开。就要跳飞机那意思，就是不喜欢到这种程度。那我肯定就是看了开头我就不看了。那我在飞机上看的话，我就是看的简直是沉浸，而且我认为它绝对是会是电影史上的经典，是吗？我认为就是它从各个角度首先它从美学上审美，其实它这个诺兰的这个美，你回想他前面的片都是有点暗暗的，对就是它有一种沉浸式，就是你带入了一个你不在的地方，你知道一个远古的时候，对吧？然后那个，所以连那个奥德赛的那个盔，应该叫什么羽饰，对吧？头盔上不是有红的？应该希腊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马鬃，你知道？对，说马鬃染红的都有人，就有观众知道它美学的，就说你这个红的有点稍微太红了一点，就应该更暗，就是应该是暗血的那种颜色。然后阿伽门农的那个面具。多么的精彩！就是那个 Star Wars， 就是觉得像 Star Wars。为什么我不停的出戏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但是只是这有点太扯了。我并不喜欢 Star Wars， 首先，而且那个角色就是 Darth Vader， 太符号化了。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心理诠释，因为阿伽门农其实在荷马里边也没有，就是他这个头饰。就只有阿卡琉斯的什么兵剑，这是特别的，但是这阿伽门农我不记得有这个。后来考古发现了，就是说认定是阿伽门农的原件标记，后来被认为是假的，也是金色的。对，他为什么变成黑色？其实是跟他对这个角色的定位是一致的，他是一个黑暗之王，你知道，一直到后来他到那个阴间，他不是出来都是吗？因为整个战争是他指挥的，他是最残酷的，而他是从来不出场的，都是普通的士兵死啊，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对吧？那些死的人，他就是全身头甲，连脸都不露，你知道吗？然后背后背着一个金色的一个脊梁骨，你记得吗？你从背后一看，就是他的脊梁，他是没有脊梁骨的。这个人实际上并不勇敢，他的脊梁骨就是背在他身上，而且是金光闪闪的。最后只有他脱掉盔甲的时候，被他妻子杀死，对吧？对，还原他普通人，他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场面的设计，包括那个音乐，他不用交响乐，就不用那种大片，他用的锣鼓，哎呀，简直就是要杀人杀到，就是最后你听着他那个音乐，那个推进渐进，然后到最后死，就是杀到最血腥的是人声出来。你发现没有？就会有几个人声出来唱。哇哦，你看的好细致啊！我就不停的出戏，就是那个木马最后成功说那门开的那个 cinematography， 哇，简直就是华丽啊！就是一开，阿伽门农在中间，所有的人涌进，对，哇，这个大开大合，太棒了！我反正就是非常的喜欢。我是不喜欢看这种的很血腥的、很暴力的这样子的电影的。我可以理解，但是说实话，我是喜欢看这种。我是口重的嘛，我喜欢看有暴力，那你肯定也不喜欢看，比如说乱，但是他是这种有点抽象化的杀人，并没有，比如说 Quentin Tarantino， 你可能也不喜欢看，不喜欢。对他早期片的那种，就是要把人的耳朵割下来，舌头割下来，或者是很变态的那种，比如说暴力强奸啊什么这种，我不是很喜欢。但是这种暴力它就美学化了，而且它这个美又是一种就是又美又有
悲剧性的一种暴力，和香港片的吴宇森的所谓子弹的芭蕾又不一样。对，那种子弹里边它会有一些喜剧，比如说一个人一枪被房顶上打下去了，他从房上跳下来说：“哎呦，打得真准的！”就搞笑。他没有这种暴力，他的暴力是的确是非常血腥，可是它是一个铺垫，就他到最后他的灵魂拷问是需要有这个前面的。对，它是需要铺垫的。对，这个当然是这样，但是呢，你还是不喜欢。对，我不喜欢，就是到后半部。我是一开始我进去了，对，但是前面这个差不多有1个半小时左右，我真的对灵魂拷问，我就是喜欢英文叫 interior， 就是比较内在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这种电影，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个zone of interest， 那个叫利益区间，是吧？啊，对，我喜欢就比如说去年看的那个 sentimental values 这样子的，是吧？这个情绪价值就是。可能有比较多对话，然后比较多的这种人物的内心的东西。对，其实你是一个特别 intellectual audience， 就是很知识。对，你带着很多问题，而且你需要它有深度、有内在，给你一些思想上的启发。我太严肃了，我觉得我这人就是什么都太严肃，就永远严肃。但是我也喜欢 romantic comedy。接下来是付费推广内容，这是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几个月前，我需要采访一位在中国的外科医生，讨论原研药退出医院的影响。但他原本用的一款加密通信软件在手机上突然无法使用了。有朋友推荐了 Mosave， 因为他在注册时不需要提供电话号码。我们很快在 Mosave 上重新取得了联系，顺利完成了那期采访。Mosave MOSAVI 采用端对端加密技术，界面体验对中文用户来说也比较熟悉。注册过程中不需要提供手机号或邮箱。使用前请根据自身需求并结合当地法律法规自行判断。您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搜索 Mosave 下载。感谢 Mosave 对本期节目的支持。我说一下我怎么出戏吧，就是有好多地方，就是一个是，太多的明星啊，就每次一出来，我就说Charlize Theron 是吧？然后 Zendaya 就是对，然后这个Robert Pattinson 是吧？对，还有当然是Annie Hathaway 是吧？是叫 Hathaway？对 ，Annie Hathaway 女王，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你不要，你这 Matt Damon 就演奥德赛这个大明星是吧？我觉得我倒不在乎，因为在我的心里面，他当然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对，但在我的心里面是他很适合演这种的，就 every man， 对，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他长相就是那样子。对，他不是很有明星气质的一个人。对，他不高不矮，长得也不难看，也不是特好看，就是这样。但是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合适这个片，因为他不要这个就是一个特别 charismatic， 特别有这种大英雄的气概的这种，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才能有后边这个铺垫，而且他不要压盖整个影片，你知道，他整个影片最后至少我感觉我出来，我感觉的是一个整体的，就是还是一个诺兰的出品。对，这绝对是个诺兰的作品，而不是 Matt Damon 的作品。就是这个 Matt Damon， 就是你一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吧？是。你刚才说的《奥德赛》，他的那个原著里面，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绝没有这一面。没有，又变成伊利亚到罗马了，跟所有的人打胜，就是非常血腥，然后最后建立了罗马，他就是罗马的先祖嘛。所以那当然在那个版本里边，这个奥德赛就别提多可恨了，就完全是一个反角。对，这个是特别现代版的，就是现代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看着我就说，这是波士顿来的 Matt Damon， 这是加州来的这个 Charlize Theron， 就感觉他是在拍这个迪奥香水，对他甚至他是一个 soccer mom， 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从纽约来的这个 Anne Hathaway， 他们的这个口音，他们的这种的现代的这种感觉就有点过了，就是这个中间这个 gap。对我来说，他一方面好像又很倚重这个希腊神话的这种的各种的外在的东西，但是它的内核又是太现代了。我觉得这两个中间没有结合的特别好，或者我不知道，就说对我这样子的观众，可能我就不太能够被引了进去。
你明白我意思？对，你这个批评，我觉得是有道理，我可以接受的。虽然没影响我对他总体的这种热爱，但是就是说，就的确是每一个大牌明星，他自带一种就是让你就太 recognizable 了，就马上你先想到是 Max Damian，然后过一会儿你再想他是奥德赛，每一个人都有点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就是说他。因为诺兰把这些人用到了，就是每个人都是变成了完成他的一个整个的 vision， 他的构想的一个其中的，就是好像都是机器上运转的很好的一个部件一样，就他们都演得很好，但是没有一个人极为突出或者非常压倒别的人，你发现没有？所以我觉得，过一会儿我就可以，就是说这个我就不在意了啊，但是的确有你这个问题，而且他就是，尤其是你前面说这个香水就太形象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也跟他就是他把其他的就是原著当中的两个其实特别厉害的女强人，就是他冲到另外一个海滩上，然后就被一个女儿救了，然后他们两个人有一种暧昧的关系。对，然后他那个女儿呢，又把他带到那个女王，就是宫殿，整个那个是一个非常长的篇章。那个女王呢，就是说，就非常有气势，而且呢，就是把她丈夫就根本就是一个 lesser， 就是不重要，你知道。所以那个场里边，而且那个女王，就她在那儿里边的那个表现。就全部整个那一场都去掉了，就剩了这么一个女的，而且比如说 Anne Hathaway 就是这个 Penelope， 就是她的奥德赛的太太，对，她也去掉了不少，就是王后，她就娶了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忠贞不渝，当然也是聪明，就是那个织渔网邮差啊，包括她有几个重头戏，她绝对不是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很弱，她。就是训斥他儿子的，说你还不是个男人，你想做这个，你先要当个男人的。就那个时候那种强势其实是有的，所以我不太认同这种。我知道网上好像有一些女权主义的批评，觉得他好像这里边女性都是一些符号，或者是一些帮助奥德赛的一个配件是吧？都是或者是就你说的那个家中美女啊，就是一个把他爱上他，所以把他。对，就是在那点点头呀，然后那个看着他，然后就是实际上是奥德赛心甘情愿在他的岛上待了7年，最后他就说这个女的对我已经不新鲜了，我已经对她没有兴趣了，所以他才决定回家的。他是心甘情愿的在那待着，然后就是这一路就是女权主义对这个批评，当然就说其实是对原著的批评，当然也是对这个电影版本的批评，就是这个男的。他和这个一边想着他的王后在家一定要忠贞不渝啊，然后一边就是和这个女的是吧？然后和后来的就是那个把他的那个随从都变成猪的那个女的那个魔女，他在和那个人又过了1年的功夫，所以他这10年真正用在回家的路上没有用多好，你可能也就2-3年是吧？他主要是和这些女的都是。你是比较赞同这个批评的吗？就说我也不是说。完全就说，我们要拿现代人的这种价值观去批评3000年前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觉得他把这个 Calypso 就这么放在这儿，然后完全就他没有他们俩的这种的性爱的关系，他好像就是给他吃了这个莲花 Calypso 这个女神是吧，也是很厉害的人，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 power， 就在那抓鱼是吧，然后给他吃个莲花。他这个简化呢，我是这样看的，我觉得这种批评有道理，但是也有点求全责备，就是说他在一个已经3个小时的版本里，他要删除、浓缩、简化很多东西，他才能拍成片子，所以他剪了，我就说他剪了很多很强势的女性，这你也只能说遗憾，但是不得不。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女的，比如说那个魔女把那些男的都变成猪，她也改编了，可是这个改编你就很难说她是男性主义。我特别喜欢这一段，就是这个叫 Cersei 是吧 ？Cersei 对。Cersei 这一段是我最喜欢，这个片子里面我最喜欢的，我也很喜欢。而且你要知道，他这个改编可以说他是用了一种女性主义的角度改编，因为在原文里我记得就是他把他变成猪，然后为什么他这个奥德赛没中套呢？是因为有一个神，你知道这种希腊神话都神给他一个药，他一吃他就不馋了。这一节是我觉得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你没有觉得生理上不适吗？那个其实有在把他们变成猪的时候当然是有一点不适，但这种不适我觉得是就是电影这是非常的就是很 magical， 是
我期待的一个东西。明白，这个其实是符合我的期待的，很妙的，对，是非常妙的。对，你刚才说就说他要删减很多东西，就是3个小时里面，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我对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就是说不喜欢的就是它前面的很多东西就讲得非常的 rush， 就特别匆忙，不是很连贯，就是一个切的它另一个。这个咱俩怎么又我的印象怎么？因为我可能老是跟那个原著相比较，我就想他怎么能把那么多的线头、那么多人物，居然变成一个 narrative flow？ 我觉得他还剪的，你没有发现吗？就是第一个，比如一个镜头，一个景拉出来，就是那个 Telemachus 那个儿子去斯巴达的时候，他好像我印象里啊，就拉到很远，就是大海上，一个人就是他去找他的爸爸，就这 narrative voice 刚是爸。一转，马上就切到这个爸爸那儿，就是奥德赛在海滩上围城岛。他转得非常巧妙，我觉得非常巧，而且他就是把那个过去和因为他是10年前的战争，特洛伊战争和后来10年之后他还没回家，这个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妻子女王在等，他要来回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诺兰不同的人的这个 narrative， 不同人的视角来讲故事，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间。他在过去、现在、过去，然后父亲、女儿什么，就不断在切，你知道？而且他切的，我就觉得他总是有一个关节点，就像小说，比如说你要给人点一下，就说哦，这个道白正好说到爸爸了，然后他就噔一下就从儿子就跳到爸爸了。对，我记得他就是说失忆，我记得我好像有一个妻子，他不是就是说他失忆了吗？对，妻子完了噔一下就跳到那个，就是跳到伊萨卡他的太太那。所以我还觉得哇，他切换的真是聪明啊，就是还挺好的，游刃有余的。好吧，对，可能我太出戏了，所以就是这个，你出戏，对，就不停的这么看着啊，又到这儿了。又到那儿了。我现在知道了，尤其是跟甜蜜蜜对比，这就不是你的菜。我就特别喜欢 zone of interest，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喜欢那样子的。它也是很沉重的话题，对。但是呢，它是从一个侧面来去，可能我是要特别的写实的这样，就是说还是我记者的本性，对吧？但是真实的人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写实。所以就是说，咱俩是口味上有不同的偏重，我更软一点，你是还是更硬一点，更硬一点，更大一点的这种。我知道，反正就是有不喜欢的观众挑他的也说他把这个荷马史诗原著里面的一些就是很朦胧、更暧昧，包括那些就是爱情的，跟你说的那个女神的那些性爱的，他都给去掉了。其实有很多很细腻的，对，他就比较硬。但是我都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剧情就是时间只能这么长，然后他又现代观众，他要有大众口味，对你太细腻了，太 subtle 了，太 elusive， 就是这种飘忽不定的，很多人就看不懂、看不明白。我对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就是他太美国了，是比较美国。他虽然是个英国人，然后他所有的人都必须说美国口音的英文，包括他那个演他儿子的那个叫什么 Tom Holland， 这个人是英国人，非要让他说美国口音，还说 Where's my dad。没办法不出戏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这个就把它现代化，我觉得他也是有考虑的，就是要美国现在是霸权呢，超级大，他变成反战，他就是要用美国口音，我觉得他是 intentional， 就是有意的，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你是说他是一个反战的吗？还是说他是个战争片，还是他是一个反战的？就像你说肉蒲团是色情的还是道德教育呢？它都有，它这个战争的血腥和这种就是所谓暴力美学，它也做全了，做足了，你知道？但是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就是没有这个口味，还是虽然很暴力，但是并不很低级，还是很美的，而也还是有一定节制的。因为我就说那种变态的戏，它没有。你注意，可是后边这个反战的主题后半截就越来越明显。对，就是他有些是用闪回的方式，他开始都那个特洛伊那个就藏在木马那多惊心动魄呀，那就他这是后半截的，因为他在回想这个人好像就是有一种后遗症，叫什么 PTSD， 就是创伤。这个创伤是就是你在当时是会麻木的，因为你是生死关头嘛，创伤都是在你。经历了生死关头，所有的暴力创伤之后，你心理上越回想越可怕，而且会那个所有的惭愧、罪恶感、良心谴责，然后自暴自弃或者也好，或者希望能够叫什么
就是 redemption， 一种拯救、救赎、自我救赎，是吧？这都肯定是要后边嘛。就是这个事件过了以后，你要有一定距离，你才可能回想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前半截和后半截这个转也是挺明显的啊。就前面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啊，后面否则就无厘头了。我很喜欢他到后面的，就是说对于这个特洛伊城这个被打破了以后，这种的他对于战争的这种的反思，这就是你的我的菜，这个到后面，是所以就是我到后面我是喜欢的。尤其你看 Zendaya 她这个扮演雅典娜女神，她也是一个特洛伊城被攻破以后一个普通的一个女性，然后被杀掉，是吧？她不是普通，她是等于她是一个神职人员，这个女的她是个神职人员，所以是吧？她在被杀那一瞬间，你就看见雅典娜那个雕像头掉下来了，因为她是守护这个女神的，所以之后雅典娜就是以她的面目出现来不断的就是折磨或者拷问这个奥德赛，灵魂不停的灵魂拷问，就是那一段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对，就是战争对人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是吧？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拷问。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喜欢的，也是一贯的诺兰的这样子主题，是吧？这个你倒没出戏啊。我说实话，我第一次有点出戏，倒恰恰是这儿，因为太明显不是荷马的，就没有原著里边根本没有原始人。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特别喜欢那个尼采那个叫什么 Genealogy of Morals， 就是道德的谱系。它里面讲了一个中心的观点，就是在荷马史诗时代，人是没有 guilt，就是没有罪恶感，因为他没有善恶这个观念，他只有好坏，就是 good and bad， 没有 good and evil。你要有基督教之后，才有这种罪恶的意识，你才会觉得我犯了罪。可能原来的原始的英雄就是力量的，就是河马，就是所以力量就是好，对，力量就是好，失败就是坏。对，而且就是成王败寇嘛，有点就是说你力量好，你就得到所有的荣誉，你就没有什么罪恶可言，就是成功就是对你成功就可以 justify， 就是合法化你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后果。那些失败的人全部是奴隶，他们生来就应该是奴隶，因为他们 weak。就是他们，所以这个电影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出戏？我就说这完全不是，这就21世纪，而且我是看到最后，我接受了这是一个21世纪的奥德赛版。你到最后你反而我接受了，但是我觉得这太21世纪，太不原始。就所以为什么我估计你也不会喜欢尼采？要这么说，尼采就等于是被认为是那种法西斯超人美学，就是他有点怀念这种罗马时候的英雄时代，不要讲这么多良心，谴责最后都是弱者的良心，最后人类整个社会就都变得很孱弱，你知道？所以这种英雄气质就需要一种就是野蛮。所以他甚至走到极端，就是说战争，战争是他好像尼采说过一个特别极端的话，就是所有好的事情都和战争有关系。你说多法西斯，对吧？对。但是就是说，我是带着一种就是矛盾的心情。你首先要历史主义的看的话，这就是原始时代的事实。你现在的我当然认同现在的这种就是反战啊，价值观和平，也不要战争什么的。我们都是60年代什么we want love not war， 这都是现代人的嘛。20到20世纪以后，我们的价值观是这样。而且我认为今天如果他拍这么大的一个片，他如果再现，就是用一种。希腊就是叫什么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去，我就要还原当时就是这样的，我就这样。那我觉得就其实有点不负责任。说实话，可以有那样的版本，但是这么大众的，这可能有点中国人那种寓教于乐了。就是说你要娱乐的同时，你这个有教育功能的。有一点就是说你要起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对，在美国现在是超级大国，现在这么一个时刻，还在到处打仗的时候，你的 message 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认同他的，虽然有点出戏，有点出戏。那里边什么平民死了，他就是在他这个开始灵魂拷问的时候，马上那个画面就跟着就是一些平民的，就是女的都是
老弱病残，你发现没有？那些镜就不断一个老太太被杀了，一个女的被杀了，什么都是手无寸铁的，这就有点就他的罪恶感是来自这些的，但是这种罪恶感是非常现代的一种观念。我是觉得到了后来，我觉得他自圆其说了。前面我就是非常的 skeptical， 很怀疑的眼光，这么看，就不停的出戏。对，你就不断在审视它和排斥它。我前面一直都是把它当成一个3000年的神话，3000年前的神话来看的。对。然后后来我就接受了，它就是一个美国版的21世纪的奥德赛。那到最后他有这些灵魂拷问，我也觉得是很正常的。可能就是要这是他最终做这个片子的意义，就跟那个奥本海默那个片子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说它是姊妹篇嘛。这个反正我觉得肯定会众口难调，也是就是说肯定有就 classicists 这些学者什么挑他可以挑出1000个毛病来，觉得他歪曲了原著，或者说这个取舍都是比如说取的是错的，或者从女性主义角度也好，从什么角度也好。但是就是说，同时他的这些拥趸们，或者说认同他这种现代角度的，可能还是会很坚持。就像我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批评的其中一些部分。对，但总体来说，我是会觉得我还要去看 IMAX， 咱们没看成，你还要再看，我还会去看。天哪，再有个3个小时，等到可以看到的时候，是吧？对，现在还是很难买。这几年就说好莱坞已经死掉了，是吧？对，就没有人，大家都看这种流媒体，看这个 Netflix、奈飞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网在 YouTube 上面好多电影也都能看到 ，Amazon 全都能看到，然后又是这种的短视频，这个谁还跑到电影院去看呀？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贡献吗？我当然是觉得这是一个贡献啊，就是而且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要一起来看？实际上大家都想要一个共同的体验，没错，共同的人类的体验，是吧？现在很少有一个东西就是能让大家都碎片化，都手机化，然后在家里面你看一个，这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就是从电视机以来，现在又更是什么就是一个手机上或者什么就看电影了。前些时候正好就是和一个老朋友了，也是导演郑晓龙，就是他拍《甄嬛传》，就吃饭当中他就说到一个电影和电视的不同，我觉得就跟这个话题很有关。他说拍电视的你一直就知道连续剧，任何时候观众可以换频道起来就走，这边喝一个茶，那边说打几句，所以你要抓住他们，其实是跟电影完全不一样。电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captive audience， 就是我买了票，我进去了，对，你的投资是很大的，你投资很大，然后我买了票，我进去就不能出来，所以呢，就是说你要让我觉得值得，但是呢，就是他也会比这个电视更尊重。就首先我买了票，而且我可以让你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在发展，顶多不就3个小时嘛，对吧？然后你铺垫开始我没有进去，我还等着，等到最后你让我，就像你说的，最后我还是觉得他。对，我这3个小时必须要坐在那儿，是吧？它和电视完全是这个 medium， 就是这个媒体是对观众的要求，对你是单独享受，碎片式享受，还是整体，还是和陌生人一起享受，它是2种。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懒的，就是很难去电影院。这周看2场电影，简直是这是多少年没有发生的事情，好吧？然后就又那么满，是吧？咱们俩都不坐在一起，没错。然后和大家是一个电影院的人，这么共同来看这么一个片子，整个是一个 experience，collective experience， 是一个集体的体验，是吧？然后又可以上网，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对这个片子有自己的看法。这个现在奥德赛已经变成一种文化现象，是吧？我昨天我给你看了这个美国的宜家，还拍了一个视频，就人到了宜家就是一场奥德赛，就是这种长途旅行怎么出来，就是一个找不到出，也不是，反正就宜家，因为有太多东西都可以 distract 你。你要是在里面什么都看一下，什么都摸一下，你还跑到那个床上去躺一躺，沙发上去试一下，这个都可以花很多时间。当然，我看的时候，我为什么转给你呢？我就想着，哎呀，扎老师这种的。自己家门口都会丢的人，进了宜家确实是一个可能需要10年才能出来。我看着就快笑死了。你发给我就觉得不怀好意，我一看就知道这不就是我吗？在笑话你，在笑话你。对，就是现在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梗，对，大家就用这个。包括看那个 GPS 那个找地图也找不到，用谷歌地图，那个是 AI 做出来的，就是这个也蛮不停的就是谷歌地图把你指到别的地方。其实你要看，我看也有人做了一个那个奥德赛，他当年这个他们到底都去了哪些地方？对，实际上那个 Troy 特洛伊城离这个伊萨卡不那么远。
但是他绕了好大一圈才回去。是，对，谷歌地图有时候也会这样，好不好？对，没错。我觉得主题还可以，对，谈一谈。他讲的不是战争，而是战争结束以后，这个男人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创伤，他在找寻自己，或者是寻找救赎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对，我不知道，就说这个是西方特有的这个主题，好像是好莱坞电影或者是这种各种西方文学里面都特别多的一个主题，可以这么说吗？你说就是寻找自我，就是他很多的这种的越战题材的片子，对。不是这样子吗？ identity 是吧？就是西方特别爱讲这个，甚至汉语里边，我觉得以前我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对，自我认同、身份这种词儿都好像都很英文的，对很欧化的词。我们这代人来说是非常新的词，非常新的，以前都没有过。对，一方面是一个西方的，可能是它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我现在就是即刻联想到，比如说那个俄狄浦斯神话，就是他会到一定时候，是吧？对，弑父，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或者是我是谁？中国呢，的确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前面说这个母题，就是 archetype，它从西方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就有这种身份的拷问或者是询问的这么一个主题。到现在可能就是越来越细或者什么，中国的确不太能想到。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种，就是说成王败寇，或者说他大开杀戒以后，古代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是良心拷问或者什么。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东西方可能在文学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你就算俄狄浦斯，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例吧，就是这种血腥的，我就觉得就是比比皆是，跟中国的先秦的这种就是什么白起坑俗一下就坑了4万人，什么就都可以相类比的。可是有所不同的是，我觉得它会有更多的，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就是像 Homer 这里面呢，就荷马的这里面呢，这个是诺兰加上去的，他的拷问，他本人里面的人并没有拷问自己这个战争，就是而且最后结尾也是他改的，就是说他因为灵魂拷问，他自我放逐，和他太太就出去了。在荷马这原来的奥德赛里面，他回来大开杀戒，那你才受不了。你听，就是他回来那个杀呀，就是把所有的追逐的，就是求婚的人全部杀掉，而且杀得非常血腥，然后他就夺回去还把他的那些 Penelope， 就是这个王后的这些侍女，实际上都是奴隶，这些奴隶吊起来，对。他们掉了得有40个，血腥复仇，这种呢，我觉得是，就是中西可能以前古典文学里边共通的一个东西。就我说的那个暴力时代呢，它没有罪恶感啊，对，所以它当然就是这是事关是荣誉，不光是力量，而且是 honor， 就是荣誉。你要霸占我的女人，我就要杀你。你现在就是在巴基斯坦什么这些文化里边，穆斯林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影子，就是说对 honor killing 嘛，就是或者印度的，就是说那个把那个寡妇要烧死什么，这都是这种贞洁观。只要你没有过现代性的这一关，没有就是人权或者男女平等，都是一样的。对。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一个是他把它现代化了，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他的你要说渊源呢，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比如说，就是说他不是纯粹以军事的征服的胜利为一个个人的最高贵的品质。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比如说那个赛诺芬吧，我说就是和柏拉图同时的一个将军，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也就是带兵打仗，而且也是那种雅典的贵族。可是他很著名的一本书就是叫《远征记》，就是 Anabasis。他们这些雇佣兵，他带着一堆人，希腊兵跑到波斯去帮那个波斯王打仗。结果到那儿，波斯王自己先死了，在战争，他们就这些人就等于全部失败了。雇佣兵也什么也没有，没有荣誉啊。要是按这个，就这些就还值得书写吗？没有。故事真正的故事从那儿开始，就败兵以后，他怎么带着这些失败的希腊兵回到故乡？你看是不是跟奥德赛有点相像？一路艰辛，而且在路上最有意思的是，就是咱们这些关心为什么中国没有民主，希腊有城邦。他在路上还选举，就是还 vote，跟这些士兵，这个将军他本来就是不是一个主官，然后我来就是就职演讲，你们选不选我？选了，那一路带着走，然后一路过关的时候，他还要
一个事情做错了，大家还要批评他，然后他还要投票，他要做完反省再投，就是走不走。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从源头上你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学上，就有一些个人，对，就是这些个人是有一定的内心深度的，包括他也有一定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不只是一个隶属尊卑关系，他有一种平等。对。所以这种不同，我觉得可能到了现在就会出，诺兰这样的片子，而我们就很难想象中国出一个。我觉得就是《奥德赛》，它实际上就是他最后他是在追寻个人的，就是我这个人我在战争里犯了什么，我怎么可以回到一个文明社会，或者是这个文明的规则因为我的轨迹而被破坏了，然后这个文明就消失了。就是他在这一点，他就是没法直视自己，没法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吧。对，这么说。然后呢，他实际上是和他自己的以前信仰的是，不管是国家、军队呀，还有这种荣誉啊，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对吧？没错。中国呢，一般就是我们是为国家。家国，或者是士为知己死，那就是侠气嘛。对，就不是没有这种的是个人来问自己。对，我自己个人在这个里面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人之为人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个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文明里面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好像这方面是比较少一些，而且从传统上就是相对有个人的存在意义上的追问的文学，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因为也是就是朝廷政治非常的黑暗啊，什么等等，就有一些士大夫出来就是开始追问生命的意义。我的印象读的那时候那些像什么阮籍啊、嵇康那些。都是很潇洒很酷，他可以从那个就是主流政治里边退出来，可是他最后就退到了一个，就像中国人就说，要不然你入世就是儒，退世就是老庄，他就变成了一种名士风格，我就是醉酒，然后不介于什么，完全就是不和你们同流合污，我自己就是他就没有什么责任，还我对这个社会，或者他就是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们就喝酒吧，就是这样，他就变成了一种生命多么短促，那些荣华富贵还有什么意义啊？一直到《红楼梦》都是这样，就是好了歌，就是好就是了，所以就要不然就是老庄，要不然就是佛，他总是就是出来以后，并没有进一步的，就是说个体对我的罪恶、我的行动，而且我的行动，而且他这种经常是一种贵族的反思。你看，这些奥德赛都是 king 啊，或者是国王或者贵族，他会反思我对这个城邦负了责任没有？对，这个我觉得也是后来他们一直到罗马时代都是这样问的。你要看什么西塞罗他们那些里面，他都会认为就是我最高的生命最高的意义，是对这个 polis 就是这个城邦。就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西塞罗有一个梦，就是他的一个也是一个王族的后代，他死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梦，还没死，他梦上了天，见到他的前辈，然后那个前辈就在那儿迎接他，就告诉他，你看你那个城邦就是这地球上一点儿，多么的渺小，对，这些就是不止。然后他就说，我现在醒悟了，这个人刚大开杀戒，他们就是整个世代的罗马的到中东去征服，杀人无限。他就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恨不得现在我就上天堂。然后这个时候就又一个反转，那个人就说，你会来的，但是你在那儿的时候，你要记住这是多么的渺小，但是你在那儿的最大的意义是对你的城邦。就是这个 polis， 你既然是这个城邦的贵族 elite 精英啊，你要对这个城邦要非常严肃，要尽全力负起责任来。你看它这里面这个层次，对，我觉得就是从那么早他就有这种，就是我作为一个精英，至少我的内心我要知道我有责任。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
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